我最近一直在拍戏，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就有很多事儿是我完全之前没想到的。我在北京拍那个电视剧的时候，导演就经常会让我们实拍，就从一个胡同里出来，然后哭，扶着那个电线杆儿，然后所有的路人就是真的都是真实的，他们就从我面前过。我说就这么拍吗？他说对，就这么拍。我说那就来吧。我从里边出来，完了之后扶着电线杆开始哭，就哭得非常伤心，像那种大哭，就然后鼻涕流3个水晶吊坠，就这样。我这哭呢，完了过来一个大姐看着我，富航。我说拍摄呢，拍摄呢。还有大姐看着我，拍摄。我说拍摄。我后来跟那大姐说，我真的在拍摄，然后那个大姐非常认真的看着我说，房，我特别喜欢看你，因为我只要一看到你，我就特别快乐。但是我上班每天都特别生气，你能告诉我怎么才能不生气吗？我给你讲一些不生气的段子。我今天在这儿讲给您，我答应您了。我之前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有一个骂我骂到我每天胃疼，就是那种躯体化了。他只要一跟家里边打架，然后他就来这儿骂我，骂其他的员工。我当时说不能因为这个事儿把我自己身体都弄坏了。我开始上网学一个操，叫不生气操。真的有这个操，朋友们，完全没开玩笑的。然后就是双手这样抬起来，大家可以一起做，你知道吧？就看着远方，完了面带微笑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就这么简单。全网教学非常详细，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是生气之前做，还是生气之后做。我当时也年轻，我选择生气当时做。第二天老板到公司，他每天中午吃完饭一抹嘴就骂我，他就中午吃完饭把盒饭一搁一抹嘴，都是富航啊。我说来吧老登，开战吧，骂我，凌辱我，鞭挞我的灵魂，来。他说富航态度不积极，我说。朋友们，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第一次的不生气操真的推荐你们去做，因为第一次跟后面的无数次完全不一样。因为第一次你100%会被自己蠢笑。你想，就是路边过来一个人走了，看着你，废物，完了你看着他，坐一会儿就笑了。就是后面没什么用了，因为只有最开始做的时候有用。然后我就研究了一下，外练筋骨皮真的帮不到我，我必须要内外兼修。我要想从我的内调完了之后跟外一起结合。我想怎么才能内外兼修呢？就比如说是，我开始思考，从小我只要一难过，别人一骂我就难过，难过我就哭，啊，一夸我就笑，我的情绪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。我不要，我要反其道而行之。哎，别人骂我，我难过，我就到这儿，嘿嘿，大脑都懵了，大脑每天我内外兼修，提前1个小时到公司，办公室里没有人，比如这是你的工位吧，然后我就围着那个工位，真的就是每天练。我太难过了，就是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，嘿嘿，不生气。同事跟同学一样都不跟我说话了，因为办公室有监控。他们开始传说富航有单枪匹马一个人做法给老板做死。他们说只要做够31天，老板嘎巴死。我说你们想太多了。他们把视频拿出来给老板看，也给我看，的确稍微有点吓人。你就想吧，明天早上起来这是你的工位。然后你的同事把书包一放，把肩膀一搁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生起病来没人替。老板当时看完那个手机，在办公室头发掉地上捡起来揣兜里，指甲都不敢剪，他怕我给他收走了，给他做死。他从那天开始就跟我稍微有点小小的隔阂了。他决定要裁员，
说是2选1啊，因为老员工有感情，我跟一个大哥，我们俩只能留一个人。我们俩从知道这个消息之前是好朋友，知道之后一瞬间变成敌人。然后我们在宣布裁谁之前都没法对话了，啊，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是纯仇人了。然后在宣布之前，我一直翻我跟那个大哥的聊天记录，我翻，我突然发到我刚入职时候那大哥特别帮着我。我当时一想，付航有点难看了。我堂堂7尺男儿到哪儿能没口饭吃？我啪一拍桌子，我说老板，我主动离职啊！老板说本来也是你，天天就会狗叫，还有你们俩都滚。我说啊，不是说老员工有感情，所以说2选1吗？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永远忘不了。他看着我说，做生意要什么感情？哇哦！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去任何一个工作，我都不会投入任何多余的，比如说是同事给我一个眼神，老板说我一句什么，我非常简单，我就是到那儿拿钱我就走，就是拿钱我就走。现在录节目也是，不是？对吧？录节目的时候给你们讲什么段子，如果你们当时没笑，我会非常难过。但是录完就不会了，真的，因为那时候就是 money in my pocket。没有，开玩笑。当时我非常生气，但是我想就这样算了，我就开始收拾我的那些东西。收拾的时候，他还骂我，啊，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腾就抬起来了。我说你再骂我一句，他说付航，你还敢做操？我看你再敢做操，我说已经给你做上了。我做死你！我走了也给你带走。那个时候，我每天在那个公司有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我会拿1个小时分成6份儿，完了之后每一次10分钟去那个楼梯间练脱口秀，我每次练10分钟，我没有影响谁。然后他就跟我说啊，我在那儿坐着呢，他说付航，我知道你每天练那什么乱七八糟那种秀，我想看看你以后能不能像现在这么猖狂。我真的希望他看一看，我现在是大王。白玉兰的现场要是这样就好了。但是，只要有机会我就去，任何颁奖礼我都去。我从来不怕场子凉，我就怕恐惧。因为不管场子有多凉，我都不难过，因为我的鲜血永远炙热。那个时候我才发现。你真的到这个年龄之后，你就完全不会再担心了。那个时候他经常说啊，什么骂你是因为你好啊，完了说我每天说你都是为了你以后的发展。其实我到现在这个年纪，我非常认真的跟所有老板说，所有的话都是可以好好说的，别装了，你就是想发泄情绪。然后包括就是今天这设计也非常不合理，我想发泄一下，就是从我这儿开始，这边往后的这边的朋友，还有从这边往后边的朋友，他们看的根本就不是喜剧之王，他们看的是屁股之王。他一晚上都没有看到过别人的正脸，真的，大哥，我再给你演一遍。不生气，超哥这样，我再给你演一遍，真的，就这。真的，大哥太辛苦了。然后我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开心一点，但是今天大家肯定会非常开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喝上了传说中的统一春福无糖茶了。哎，绿茶鲜爽，焙茶醇厚，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。喝完了之后完全不一样。我当时呢，别人问我，哎，这个统一绿茶，喝没喝过有什么区别呢？我说当然有区别了，就好像我以前没拍过戏，有很多东西你没有尝试，你完全不知道。我拍戏还有一个故事是，我那个电视剧呢，我一直以为是1、2、3、4、5集就顺着拍。我真的拍完了之后才发现，完全不是，根本就不是。他可能第1天拍第10集，啊，然后他第4天拍第1集。我呢之前不知道有接戏的这一个说法，所以说拍戏的时候也出了一些小问题。当时有一场戏，第1天拍第1集是我在监狱里跟管教解释为什么我跟黄毛狱友打架。原台词是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在这儿，我跟他打起来了。但是你知道我爱即兴。我当时跟狱警说的是，我说您知道吗？黄毛把鞋脱了，脚啪放这儿，塞我嘴里了。导演说过。我说太棒了。
过了3天，拍我跟黄毛打架。黄毛到了，把鞋脱了，我准备好了。突然，导演说3、2、1，开始。他刚说开始，突然出现一个小胖子，停。导演，我是场记。付航那天说了，黄毛把脚丫丫塞到他的嘴里了。我当时天都塌了，我天都塌了。我刚拍戏，我不想让别人觉得我难搞，我总不能说导演说现在黄毛牙把脚放你嘴里，然后我说我忌口，或者什么我最近屁股或者什么之类的，这个完全不行，但是显得太难搞了。我就想到底该怎么办，我好难过。但是我一看导演面露难色，导演特别为难，导演说：“哎呦喂，哎呀，这咋办呀？你说这，哎呀！”当时我心里一下就放平了。然后导演就是非常难过的，他看着黄毛，他说：“你介意吗？”我说：“他的脚丫丫在我的嘴里，你问他介意吗？”我那火腾就上来了，我这胳膊他就抬起来了。看，哇！你们越鼓掌，我做的越快。哎，我就坐起来了，我完全坐起来了。啊！导演转头看我一眼，他看着黄毛说：“你赶紧脱鞋吧，付航着急了。”没有结尾，就是希望大家开心一点。谢谢，谢谢付航，来吧，回来吧，哇，很精彩，很精彩。上次佩岑姐还有个遗憾，说是没有现场看到付航的演出，今天就赶上了哈。觉得很荣幸哎，我也要做这个事。岳哥也是第一次现场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之前在短视频里看，他总是走进这个第一排跟观众聊天，我看了很多那种视频。然后去年喜单我也看，一直在看付航，确实非常棒，非常了不起。谢谢你，现场的张力确实太足了，我这角度看，我以为他要起飞了都。确实非常非常的精彩，也谢谢付航为我们下半场的所有的演员做的暖场表演。那咱们就趁热打铁，好不好？好，趁热打铁。接下来还有8位朋友要给大家献上精彩的演出。耶！大家好，我是付航。导演组太坏了，我在后面听啊，付航生育能力强。怎么安排的？所有人都说我是猴，其实挺酷的，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，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。我坐动车过来，有一个观众认识我，看着我，哎呀！好，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，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。我坐那儿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，拿一根香蕉，他就这样剥完了吃。我说不吃，他说你飘了。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？我不爱吃香蕉，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，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。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。也正因此，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，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。rapper 大家喜欢，我看见我姥姥，我说姥姥好。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，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， 他说 damn bro， 我说啊，他说 damn bro damn， 我说等会儿，我说你这样
是在干嘛呀？我不理解。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，我姥姥就是给红包，给红包，给红包。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，我表弟哎，给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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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表哥 ，You feel me？ 我说，我 feel 你个屁呀 ，feel！ 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？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， 他先 feel 你。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，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。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。 我说 No，If I talk like 你 ，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。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，我要当 rapper。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，是什么？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。我没跟任何人说，我就买了一张票，看了一场演出，我挤到最前面，为了合群。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，哟，欢迎大家来我 party， 哎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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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在那儿啊，棒棒棒棒棒棒。我说买票了，别打了。他说 peace， 啊，然后他就开始炫富。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，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。私人飞机他这么开，翻蹦子都翻了，我翻过。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，为什么？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，底下观众花不完，花不完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给我点，给我点。凭什么？他开豪车，我看演出，我也是大专呀，我也是大专呀。他在台上，他说我开法拉利，我说我也要。他说我穿进口上衣，我说我也要。他说我吃进口水果，我说不要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最恨香蕉，不要再给我香蕉。当时，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，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，real， 就是真实、狠，带点文艺。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要，我死了。我说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？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，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他说 ：“dance dance dance，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， 又给了我生命。”我说又活了，这个 respect。但是问题是什么？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，先开始骂同行，你知道骂同行，我很乐意听，他不带任何指代啊。他后来骂了，开始骂观众，我就站在那儿，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。我说这里有我吗？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，我说有我。我太生气了，我说你也太狠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啊？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，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，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。一上综艺节目，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，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。当时我就发现，风格太难找了，我还是先学动作吧。动作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上网看，有详细的教学。第一个，大家学啊，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，而且嘴得是就，那个就这样，别人不看你就搓，别人一看你，快搓，第二个动作是发钱，第三个动作是挡脸。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， 因为我做第一个动作，我一搓，我发现
我不干净。我测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，而且呢，我一这么搓，我就想这么搓。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，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。观众说谁的泥啊？我说不是我啊。朋友们，这不是我的泥，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